的声音在不安分，保持距离，做爱神秘，不过是脆弱的地，来自亲密的陌生，怎么能被谁指引？我生来用悲伤筑起的盔甲，流星不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心痛只是陨石坠落的。流星不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它永远完成逃离。宁妃就这么被他姐带走了，都不带反抗的。是啊，好像有什么原因吧，走得特别着急，也来不及说什么。薛姿是在宁妃最无依无靠的小时候陪着她长大的人，尽管后来被领养去了斯诺家，但还是不遗余力的找了很久。看来他对宁妃的影响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。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薛姿是他最亲的亲人，能给的安全感是我们给不到的。更何况薛姿现在在斯诺家的地位跟卫青在云马不相上下，哎，他们又是一直以来的死对头，对我们自然也不会特别友好。哎，你呢？就这么让人把男朋友带回去了？那不然呢？难道要我拽着车轮从我身上压过去啊？臭小子，走的倒是干脆利落，还要我等他，想得美！哎呀，某些人呐，也就嘴硬这么2天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国外看着，小裴丢不了的。你还真打算继续待在国外啊？行，我看呀，云马的总部迟早要搬到那里去。哎呀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要因为你遭受分离之苦啊！罪孽呀，罪孽！天，别说了，头疼。你们知道我最讨厌选择题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画室不错啊，一个人住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要不然我搬过来跟你一起呗？哼，你少来！一个已婚的，怎么，家里双人床不要啦？偶尔也要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嘛。喂，你们2个是好姐妹，就告诉我答案没？没有。备选倒是有一个，要不要？噔噔噔噔！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哎，这不是宁妃租下来的吗？我也能住。还不懂吗？你菲菲姐呀，在宁妃走了之后，不但没有退租，还把整栋都给租下来了。这个不是石榴君大师留下来的画吗？怎么你会？你不觉得这幅画特别像宁妃吗？我这还哭哭啼啼的，一点都不可爱。狡兔3窟，知道吗？藏身的洞没了，所以哭啊。菲菲，你哭吧，我不笑话你。哎呀，我不难过，我就生气。他去国外，我又不是不理解，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呢？我现在算是理解卫青了。周氏，你去国外实习的事情，真的不打算告诉他？
这件事儿是要好好跟他商量一下。话说他人呢？停电？可是客厅明明还好好的。我渴望的我们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。我渴望的我们，若不是你那么坚定的，一张我的照片都没有，还敢说想我？相信你吧。这哪儿的遥控器啊？该如何换取你的消息？已毫无踪迹，仿佛从我世界抽离，回忆依旧清晰，梦里都是你，要我怎么能够放弃？故事仿佛未完待续，你出现我就可以感应。当我们再次相遇，泛起汹涌的情绪，太久了，这场大雨终于退去，让爱能放弃。这个时间应该在宿舍了吧？打电话过去的话，会吵到他吗？昨天就不接我电话，可是过了周末他就没时间了，到底打不打呀？所以这一年，你就是这么过的吗？就说你不会求婚之类的。啊？难道说你会啊？当然不会，把原来的那个周氏还给我，只陪在我身边，可以吗？好了，许愿结束。藏这么深，要人怎么发现？这人连求婚都不。出现我就可以感应。当我们再次相遇。喂，你好，关于工作室的事儿，我想给您个答复。面谈，如今您在国内？行，我知道了。相信奇迹能降临，奔向你。吴秘书，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些原因不能去你这边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哦，是。你好，你好，坐吧。不好意思，回国事儿比较多，刚有会议，一不小心延迟了。没有，要说延迟也是因为我这边拖了这么久才给你们答复，实在抱歉。不，说抱歉的应该是我们，真的很对不起你，让你失望。失望？有学生匿名向劳动部举报你用非法正当途径取得实习资格。举报？我吗？我们也极力向有关部门证明。是因为你有优秀的绘画才能，才会被大师选中。大概是我们的说服力不够，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结果。很抱歉，让你失去了这次机会。
喂，张帅，你在国外还好吗？什么？你也听说了？是啊，反正啊，我的实习是泡汤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本来也不打算回去，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这里面明明就有大问题。不会吧？谁跟我有这么大仇啊？要搞得我在国外待不下去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工作室那边已经撤回了 offer， 虽然有举报，但学校方面知情人士不多，对于周小姐的风评应该没有影响。不过，你想说什么？如果这次机会很难得呢？有我在，他会缺机会。早上好，昨晚失眠啦？我失眠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平时都严格按照生物钟的作息，前后误差不会大于5分钟，今天却迟到了半个小时。怎么，昨晚被我刺激到了？也想验证新课题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只剩下实验价值？不止啊，还有观察、交流以及娱乐价值。不过作为同居者，你的得分还是很高的。所以你昨天提到的要履行妻子的义务，就是为了方便调动我的情绪，方便做实验？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昨晚是认真的。关于具体如何执行和操作，我已经拟了一份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了，查收一下。看完了？那个就操作性上而言，还是挺完整的。执行上也避开了生理上的危险期。这个步骤图更是有点过于生动了。你是从哪儿看到这些的？就小时候偶然在爸妈的抽屉里看到一本写着《动物世界》的光碟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懂，这个知识储备是够的，只是如果要执行起来，我们之间还缺一些关键的步骤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。哦，延迟了1年才补课，李明成，你还真是够能忍的呀。跟远距离苦熬的董事长比起来，这点忍耐算什么呀？虽然你们的恋爱线墨迹了1季，但眼下没有更好的样本了，只好围观一下小学鸡喽。谁小学？周氏，都被人这么说了，你就没点胜负欲啊？什么胜负欲啊？是谁要比赛吗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。脚抽筋了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张帅。哎，周氏，你的事我查到了。看来这就是赛点了。好呀，那就来一决胜负吧。拿，随便拿吧。我去，还能这么操作？怎么不行了？氪金玩家。哎，对了，周氏呢？周氏，周氏，
那，我明了。周氏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生理期就这么夸张吗？你以前不这样。你是不是也觉得？对，他俩有问题。算了，有人在，我不想多说什么。我们还要带他们去下一站，走吧。学霸就是学霸呀。那今晚其他的地方我们还去吗？我听说今晚会下雪，我带你出去走走吧，陪你散散心。好啊，刚好我也想去一个地方，走吧。这里的感觉还熟悉吗？当然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桥上，跟桥的缘分还真是奇妙啊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凑巧经过，是不是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？我不这么觉得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应该就算所有的事情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因为治病？不是，因为你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可能就算只看脸的话，也会一见钟情的。啊？所以啊，你只需要出现，其他的交给我来补齐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相信我就好。相信你？什么？相信我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你好。那你有没有骗过我？哪怕是为了我好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就问一个问题：策划举报我的人是不是你？一定要这样吗？先回答我。我回答了你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我回答你说是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是我先问的你，为什么你会私下接触杰森吴的秘书？为什么他处理完我的事儿，转头就离职进了你的公司？就连举报我的学生也拿到了云马海外的 offer。看起来，失业的好像就只有我。周氏，你不用说。我替你说，你受不了异地恋，于是就抢先替我做了决定，堵死我的路，就是你所谓的安排。有的路未必适合你，适不适合由我决定，你凭什么替我安排未来啊？你的未来里难道就不应该有我吗？我也只是为了我的感情在做努力而已啊。你的感情是你的私心吧？说白了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工作而抛下你啊？你1年前就已经抛下我了。以前是我太天真了，但现在不会了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都要把你留在我身边。也包括这个。
我真是信了你的邪，才会把这个戒指当真。喂，你干嘛？觉得自己没错，就不要追我来。我没错，你要走就走，我不可能跟你道歉。随便你。自大狂，谁先回头谁是狗。死丫头，别以为我会去追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就不信你能撑过3秒。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心烫只是陨石坠落的流星的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太阳也会见到你。听说在下雪天，任何谎言都会被允许，你信吗？那如果是表白呢？不是谎言的那种。难得想趁月圆之夜试一次，真是选错日子。等等，所以你回来赏月是为了……如果我说月色真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啊？你看吧，果然没有反应。文科生的告白就是没有逻辑。还是说一定要达到必要条件？可是今天晚上也看不到月亮啊。谁说看不到呢？你看这月亮，它又大又圆，多亮！连撞击坑和月脉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么看月亮，也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星球而已。就像星座占卜一样，明明和人类八竿子打不着，却还是有人把感情寄托给星星。因为天文学本来就是恋爱论的另一个名字。万物简史里说过，要是把我们随意塞进宇宙，在一颗行星上或者遇上一个行星上的概率不到10亿分之一。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宝贵，人的诞生本来就是偶然，能够在宇宙中相遇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。但是现在我还能牵着你的手，不觉得是一种奇迹吗？所以不管是不是谈恋爱，有没有表白，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满足。林城，你知道赫罗图的恒星光谱分为哪几大类吗？7大类 ，O B A F G K M。那你知道，后来人们为了方便记忆，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口诀。知道啊，我现在发给你。不是，我是想听你亲口说。好。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我也想听你亲口说。
果说在宇宙里相遇是个奇迹，那离别是不是才是常态呢？只是我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会这么久。小飞，周师姐，司诺家的保镖，你姐已经盯你到这种地步了？不是我姐，是另有其人。不过，我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是啊，过去的这1个月，我一直想通过徐小姐找你，可怎么也联系不上。她会找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如今斯诺家内斗得很厉害，你是重要资源，他不会让你轻易暴露的。重要资源？我？对不起，周师姐，我可能把你卷入了一个大麻烦。因为我的画，你是指寻然画作的所有权？这是……你喜欢我的画，那就都送给你。对我来说，那些画最好的归属，不是在展览馆，也不是在哪个富人的收藏室，而是挂在真正喜欢它的人的家里。所以我不后悔把画送给你。可是他们太昂贵，即使你愿意，你姐也会不甘心，对吧？我算是明白了，薛小姐为什么把你弄到这里。放心吧，这事儿好解决。明天我就去联系律师办手续，把画作所有权还给你。哎呀，我早就想物归原主了，现在反倒轻松了。可是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早解决早回国。菲菲还等着你回去给她交代呢。嗯，谢谢周师姐。真好。还能回国？你和师兄是发生什么了吗？从我来到这里开始，这个对话框就再也没有亮起过。这个死傲娇，道个歉能死啊？道歉只有0次跟无数次，我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头的。可是上一季您已经开口了，而且用得非常熟。你都说了是上一季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太惯着他了，才惯得他一身臭毛病，说走就走，连个标点都不给我留。怎么，还指望我飞到他身边去给他顺毛啊？做梦！而后来，您不是又回去了吗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您这是？什么都别说了，帮我找东西吧。唉，只可惜啊，那天找到半夜也没找到那枚戒指。谁说我要找的是戒指？董事长，戒指丢了可以再买，但有些东西丢了呢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心里有数，只不过这波必须得稳住，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嗯。魏总，机票已订好，另外，酒店给您安排在……那个，按照那边的时间，确实应该是在做梦啊。可不。那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您忙啊。周师姐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学校吧。啊，不过我好像也不知道你学校地址在哪，我忘了我是个路痴。知道就好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可是这附近的治安太不安全了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也就你这么想，你周师姐看起来像是需要被人保护的吗？不过，这个你一定得带着。你把插销拔了，只要有异常情况，它就会发出警报，
我就可以随时收到你的位置信息，而且呢……停，小飞，你是不是担心过头了？师兄不在，我当然得替他多担心你啊。你师兄搞不好已经把我给忘了。不可能，周师姐，我师兄这个人口是心非，别跟他计较这一句两句的。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快点，在那边，快！这么能追啊！别愣着了，赶紧走啊！快走，快点！拜托你快点接啊，这家伙！喂，我有事吗？我一会儿还有课，有话快说。怎么了？有事我才能打电话，这样你接了更舒服点。没事，我挂了。你等一下，周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那么一点小事，你到底要计较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是打算以后跟我打电话都这种态度了吗？没有以后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要和你分手，以后都不要打我了。确信我和你还相爱着，却不知为何闪躲，找不到最初的温柔。我的世界已变了颜色，咖啡太苦涩，却像我仍然在为你炙热。分岔的路口，我们都太犹豫了，心被多少撕扯。你为什么沉默了？明明你在，却感受到寂寞。躲进回忆不知所措，越是快乐就越难过。不知在哪里看过一句话，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可怕。65万个小时后，当我们氧化成风，就能变成同一杯啤酒上2朵相邻的泡沫。同一盏路灯下2粒依偎的尘埃，宇宙中的原子并不会湮灭，而我们也终究会在一起。确信我和你还相爱着，却不知为何闪躲，找不到最初的温柔。我的世界已变了颜色，咖啡太苦涩，却像我仍然在为你炙热。
电了。那我冰箱里的东西……你为什么沉默了？明明你在，却感受到这是关于驯鹿的传说。相传，在以前北欧的婚礼里，人们都会把戒指藏在驯鹿的铃铛里面。如果女生坐着驯鹿而来，就代表女生同意了。能不能把心坦白交给我？如果是那一个如果，我愿痛着换你解脱。比起离别，也许更让我们害怕的是错过。遇见你，回忆被我定格，你改变我生命开始转折，世界被赋予颜色，我期待着，是爱降临了，我做了选择，我们足够幸运，不再苦苦追寻，心脏如何破损，却亦只因你一个吻。命运的齿轮拨动了两颗灵魂，原谅我如此迟钝，差点错过你的人生。我们足够幸运，眼神交汇一瞬，上天特别精准，为我指定了这个人，不再有疑问，也不用谁来批准，移动的心跳体温，每一次心动时分，用心保存。